中国历史上，为了将如来真实第一义谛大乘法带回中国，高僧大德们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前仆后继地展开了生死渺茫的取经之路，为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在取经的高僧中，最杰出的法将就是唐朝的玄奘菩萨。1000多年前，来自中国的玄奘菩萨在印度屈女城的大法会上，以治恶见论的巨论，降服五印度所有大乘、二乘、婆罗门教等等学人精英中的精英，完成了旷世的创举，以强大的威势扫荡一切恶见，令一切支持意识心恒常或强行施设以形象不明的系意识为恒常的六世论者衔接渡口。玄奘菩萨在天竺如是宣演了义中的究竟了义法，以第八世如来藏为中心的真唯识量，矗立了如来高耸而无可摧破的正法床。玄奘菩萨在印度亦巡礼了佛菩萨遗留的圣迹，包含了文殊师利菩萨的舍利塔，以及如来为母摩耶夫人说法而从天返回人间的种种遗迹，让后世学人知道菩萨真实存在于世间，佛法亦流传于天界。玄奘菩萨又为了显发第二转法轮的般若中观真义与第三转法轮的唯识真义是一致的，在印度著作了《慧宗论》，说明了般若经所说的真如就是唯识妙义所说的第八识，就是能生出万法的如来藏，让学人了解如来所说之法从来何彻，越演说越是甚妙不可思议。玄奘菩萨返回大唐之后，立即着手翻译经论，也在议场中为大众解说唯识要旨，并适时地指导根基成熟的人实证第八识如来藏。而由于前来参与译经工作的僧众都是一时之选，心性调柔，也都遵守教诲，而谨守佛法的密意。像这样子的人，在明心后，他能现观第八识，并发起般若智慧，在翻译上就容易吻合第一义，而没有差池。当这些优秀卓越的证悟者后世继续投身于中土的时候，也为中国禅宗奠定了一花开五叶，而令广大学人得以证悟的坚实基础。玄奘菩萨又每日开放十方大德前来咨询请译佛法，寺院可说是户县围川。玄奘菩萨都一一为来者耐心教诲，许多僧众尽除毕生疑惑，豁然开解。大众莫不心生欢喜，这都是玄奘菩萨融会贯通三圣佛法的广大智慧所致。原来中土有主张佛性真常与佛性当常的两派说法。以真如为依止而说佛性真常的人，因为没有亲证第八识如来藏，所以以自己的妄想真如为一切法的依止；而以佛性真常的人，不了解真如仅仅是第八识的清净无为法性，真如是不能离第八识心体而独立存在的，
自然不应该说真如是法界诸法的依止，而应该说第八识为一切法的依止。而以阿赖耶识为所依而说佛性当场的人，则误会阿赖耶识他因处于分段生死的阶段，就以为阿赖耶识不具有清净的本性。那这是因为不了解每位有情的佛性本质常住，所以无论是处于分段生死位的阿赖耶识，或是入八地以后的异熟识，都同样与佛地的无垢识具有性净涅槃的功德，没有欠缺，自然也不能主张佛性未来才会圆满具足。由于玄奘菩萨的开示与解惑，原来中途主张佛性真常与佛性当场的两派说法，到这里也获得了解决。玄奘菩萨同时也楷定了八识的真实义理。在这之前，真谛三藏别立第九识，他畅言第九识是第八识的所依，而且主张第九识纯然无为，没有作用。这些说法都是因为真谛三藏没有亲证第八识，所以不了解有情的第八识如来藏，其实它本身就是究竟的形体，而如来的无垢识，也就是学人因地的时候的第八识如来藏。这第八识如来藏本具有一切有为与无为的功德，而不是只有清净无为而已。而且这清净无为性，正是第八识如来藏的所显性，不可以将它错误的安立增生为第九识。所以玄奘菩萨才会说，当知一切众生一切有情最多只有8个识。玄奘菩萨如是楷定真如是第八识的实性佛性常住，以及有情唯有8识，由此中国佛法义学得到了全面的开展，更因此楷定了唯识增上慧学无可逾越的高度，同时也支持南方禅宗的开悟内容，令当时及后代所有人无法推翻禅宗。玄奘菩萨又著作了令人惊叹的旷世巨作《成唯识论》，以唯识增上慧学为核心，精辟阐释大乘佛法的意涵，亦评点一切外道的错谬之处，并以3谛正量点出佛菩提道上第1大阿僧祇劫、第2大阿僧祇劫的菩萨果位现观，将中国佛法推向了仰之弥坚、望之弥高的巅峰。玄奘菩萨明心开悟后，示现圆满佛菩提道5个阶位的果位，显示了玄奘菩萨至少证得了佛法52阶位当中3地菩萨位。由于玄奘菩萨一向不自说自己所证的果德，这种果位上的圆满现观呢，其实是透过玄奘菩萨的弟子窥基大师在聆听玄奘菩萨解说《成唯识论》所做的文笔记录《成唯识论述记》，才让后人有所知悉。菩萨道的果位现观，那就是如幻观、阳焰观、如梦观、镜像观、犹如光影，还有犹如鼓响、如水中月等等的现观。那这是菩萨明心开悟以后，有的般若根本无分别智，再继续修学。当菩萨满足了各阶位的果位功德，这个时候就会发起各个果位相应的现观，如十住如幻观、十行阳焰观、
10回向的如梦观，乃至于初地的见相观，2地犹如光影，以及3地犹如鼓响，4地如水中月等等。这些现观有经典为证，《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开宗明义在叙述大菩萨增量时提到如幻、如阳焰、如梦、如水月、如响、如孔花、如相、如光影、如变化式、如寻香尘。这些现观涵盖的第一、第二而生其解佛道的现观，譬如如幻、如阳焰、如梦，这是第一大阿僧祇劫佛道的现观；而如相、如光影、如响、如水月、如空花、如变化式、如寻香尘，则是第二大阿僧祇劫佛道的现观。玄奘菩萨当年亲口告知窥基菩萨有9种现观，如今经平时导师具足圆满的披露这10种现观，由此我们可窥知玄奘菩萨难以想象的正量。由于玄奘菩萨不自扬己德，因此难免有人误会玄奘菩萨不清楚明心开悟的事情。然而，玄奘菩萨所做的《成唯识论》就是以亲证第8世如来藏的基础来撰述的。关于玄奘菩萨的开悟明心实证第8世如来藏，除了前面所说菩萨果位的现观可加以证实之外也可从玄奘菩萨指导日本僧人道昭的事情窥知一二。道昭当时是从日本岳阳来中国，跟随玄奘菩萨求取唯识无上妙法的僧人。玄奘菩萨泯念东引众生，私下观察道昭根器及心性，知道他是个可造之才，便亲自指导他实证第8世，证得真如。然后又介绍他到当时象州龙化寺接受禅宗慧满禅师的勘验印可。后来道昭回到日本，玄奘菩萨还交给他佛舍利、经论以及唯识章句著书等法宝。从此之后，东引就有了证悟第8世的法师传承唯识增上慧学。这些事实都显示了玄奘菩萨不可思议的佛法修正果位，是远远超过当时禅宗所有祖师的修正的。我们环顾玄奘菩萨一生，竭尽心力弘护释迦牟尼佛三圣菩提，加上菩萨救度世间的悲心，玄奘菩萨势必会在往生兜率陀天内院面见弥勒菩萨后，立即又回到此世间来住持释迦世尊的正法。在此，我们仅以一首偈来表达对玄奘菩萨的崇敬与赞叹于万一。九死一生志意坚，万里蓬虫寄绝学。立言展谢标圣意，降伏二圣正五印。开眼唯识阿赖耶，阐明真谛如来藏。明心见性尽弥勒，复持正法在万年。此后1000多年，中国都没有人诽谤如来藏妙法，都没有人会支持当年二圣部派主张的系义释，因为大家知道玄奘菩萨标举的佛法大道第8世妙法是佛法根本，也是历代禅宗圣贤证悟之标的。如来藏妙法是世界上最为璀璨的文化瑰宝，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
中国历代真悟禅师开悟明心，其实就是实证第八世如来藏。马祖道一禅师说：“在禅名如来藏，出禅名净法身。”雪峰一纯禅师解释禅宗法门的时候说：“一名如来藏，一名实相般若。”南拳普愿禅师说：“如来藏实不复常，狮子何曾在哭？”大慧中稿禅师则引佛语说：“我以妙名不灭不生，合如来藏，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圆照法界。”这一切都是在说明禅宗的本源就是第八世，就是如来藏，又叫做实相般若。第八世如来藏与清净法身其实是非一非异，所以才会说在禅名如来藏，出禅名净法身。而它其实是分明露此身的，只是因为众生因为无明遮障的缘故，而无法证得这个第八世如来藏。中国禅宗教导学人以第六世意识来寻找第八世如来藏，但是必须要先明白如来藏的体性。如来藏无始以来从无分别，远离一切境界，对三界六尘从无见闻觉知。他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觉，不能知。这个不知道、不审查的如来藏才是真心。犹如禅宗道场过堂的时候，互道不审，就是互相提醒，这个不去审查的才是，而非时时审查的第六世与第七世。因此，罗汉贵称禅师说：“不知最亲切。”这个亲切的第八世如来藏，就是每位有情最珍贵的宝藏。学人必须以第六世意识听闻学习佛法正知见之后，再来找寻第八世如来藏。找到如来藏之后，第六意识就升起了般若智慧，这也就是禅宗所谓的开悟。佛经说，出世间法是言语道断，心行处念。这禅不能以语言文字来思量，不能以世间六识心来附会。中国历代禅师留下了1700多则公案，直指心要，启发后人。然而门庭高峻，令人难以契入。如今禅法更行凋零，大众无名丛生而随意解读公案，混乱佛法圣贤之道。因此，为了复兴中国禅学，正觉教团正透过100多本书籍的公开发行、电子报的持续发刊，以及电视弘法等，期望扭转时局，让正法风华再现。佛法东来以后，由于玄奘菩萨冒着生命危险西去取经，所以才能廓清了原来中土佛法上错误的知见，也楷定了第八世如来藏的宗旨。它令禅宗学人得以依此而证悟如来藏，也为中国禅宗奠定了一华开悟业的坚实基础。中国历史上的禅师证得的如来藏，传扬禅法，在这个世间，如马祖道一禅师、百丈怀海禅师、龟山灵佑禅师、岩头全获禅师、赵州重审禅师、雪窦重显禅师、佛果圆悟禅师、大会忠稿禅师，以及都婆巴尊者、多罗那他尊者等等，这些圣贤亲证如来藏第八世，它构成了
中国鲜明的文化历史。这中国的文化历史也影响了中国周围各国的文化历史，这华人所津津乐道的公案与事迹。这就是中国独步全球的禅法文化，而这也是正觉教团多年来所推广的、弘传的如来藏第8世的禅法文化的内涵。禅师们在如来藏庙里的亲证，成为中国文化的巨大支柱。佛法不再只是经典上的文字，而是具备了生灵活现的生命。如来万法唯识的教诲，由玄奘菩萨的成唯识论重新矗立楷定。这8世和合运转的世界，传达了唯识增上慧学的圣妙意旨。我们这一世代有幸能再度聆听古老中国贤圣所传达的微妙甚深佛法的宝藏，人人都有着光彩夺目的如来藏明珠，等着我们一起深入佛法，发掘这无上的智慧方向。